師姐，師哥你好毒食啊！你講咩啊？頭盔人喺黑絲科技拍咁多條片，你竟然一條無線麥都唔俾佢用？你知唔知佢哋日日都要揸住條有線麥喺度拍片啊？你就好啦，公司場下全部無線麥都喺晒你度，頭盔人過嚟翳我啊，叫你俾條生路啊！佢已經唔想條片出嚟都係爆麥噶，做後期拉都拉唔翻嚟啊！我根本都唔知佢嗌你，你仲扮嘢？點解你4支無線麥全部喺晒你度？藍卡、蒙馬。仲有羅德同埋大疆，唔係咁嘅，你聽我解釋。你唔使再講啦，以後呢4支無線麥就交俾頭盔人啦。如果你想用，就同佢申請啊。嗱，你先戴翻個麥，再講嘢啦。我下次會嚴格看着他的師姐。咁先似樣噶嘛。科技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放的黑絲科技。我師姐桃子，這是一個無線麥克風，別看它很小一個，但對平時拍攝錄製音頻來說，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小幫手。這決定了你的觀眾聽到你的聲音夠不夠純淨。像現在有不少小夥伴也會自己動手拍視頻，那新手小白應該怎麼選一款合適自己的無線麥克風呢？今天師姐就找來了不同價位的4款無線麥克風進行橫屏體驗。分別是599元的南卡 QMax 領夾麥克風，1274元的猛獁 Loft Max 2，1795元的羅德 Wireless Go 第3代，以及2398元的大疆 Max 3。看看這4款無線麥克風裡哪款更適合新手小白。先來簡單看看這4款無線麥克風的大小和重量。4款麥克風中，只有羅德沒有相應的充電倉，採用的是收納袋的形式，將發射器等設備裝在一起。所以相比其他3款來看，重量是最輕的，只有146克的重量。其次是猛獁 Loft Max 2和南卡 QMax 領夾麥克風，重量是199.4克和210.9克。最重的是大疆 Max 3，重量來到了225.6克，拿到手裡會有點分量。再來看單個麥克風的大小和重量，猛獁的麥克風尺寸偏細長，但重量非常輕，只有13.8克。大疆的麥克風的體積尺寸是比較小巧的，重量雖然沒有猛獁輕，但也只有16.3克。南卡 QMax 領夾麥克風的大小和重量比較中規中矩，在22.5克左右。羅德是4款中尺寸最大的了，重量也有35.5克。要是拍攝當天模特穿的衣服材質比較軟，可能會帶來一點垂墜感。無線到舞台，有膽你就來！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第1屆無線麥克風的比拼大賽。參賽的選手可謂是高手雲集啊！首先登場的就是擁有聲學技術派代表稱號的新生代選手南卡。第2位登場的是擁有知名博主代言、國內聲學機構背書的實力派選手猛獁。第3位是常年穩定在榜單前3的穩妥型選手羅德。最後登場的是家喻戶曉的常青樹選手大疆。除了羅德選手比較氣定神閒，其他3位選手更新的速度還是很快的，基本都用上了智能觸控屏，能直觀看到各項操作和參數，這點還是蠻方便的。簡單介紹完4位選手，接下來就要開始我們的第1項 PK 音質大挑戰。想要錄出來的音質不失真，重點要看選手們的振膜品質、頻響範圍和採樣深度。沒錯，像是南卡選手會用到金屬振膜加全頻響應結構設計的6毫米電容式拾音模組，猛獁選手拿出了薄膜透鏡聲學技術加嵌層聲腔結構技術，雙管齊下。大疆是6毫米柱集體麥克風，採用3根收音導線設計，並覆蓋金屬棉防護。羅德選手採用的是全指向性拾音模式，每一個都不容小覷啊！而且4個選手都支持20赫茲至20K 赫茲的頻響範圍和32 bit 浮點的採樣深度，這就意味着他們都能夠提供更寬的動態範圍，不容易丟失細節。接下來就要看他們4個在攝影棚的表現啦。活力大灣區
魅力新廣州，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接下來就輪到了降噪比拼，4位選手的信噪比都大於70 dB， 其中南卡的信噪比來到了85 dB。信噪比越大，代表信號中的噪音干擾越小，音質也會更清晰穩定。猛犸支持20檔降噪無級調節，相對來說能適用更多降噪環境。分別在室外錄製了一段音頻，看看4位選手的表現如何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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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這降噪效果還是挺明顯的，猛犸相對於來說能更精細調節，而南卡和大疆的2檔降噪調節也能應付不同的降噪場景。雖然羅德需要借用軟件降噪，但表現還行。大疆提供的降噪方案只有2個，要是也能加上無级調節，就能有更多選擇了。来到最後一项比拼，那就是傳輸穩定比拼。雖然這4款無線麥克風都支持超過200米以上的傳輸距離，但遇到牆壁阻隔的話，還能不能保持穩定呢？事不宜遲，比拼現在開始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也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也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，這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。科技有溫度，吐槽有風度，測評很鬼畜。好啦，比賽環節到這裡就結束了。3場 PK 下來，屏幕前的你會更願意為哪位選手爆燈呢？最後聊聊續航。除了羅德的最長續航是7小時外，其他的麥克風的綜合續航都能超過10個小時以上，基本都能覆蓋掉大部分的拍攝場景。而且其餘3台都有充電倉，綜合續航時間只會更長。雖然羅德續航也挺夠用的，但續航能力自然是越強越好啦。总的來說，4款無線麥克風的表現稱得上是各有優勢。首先是價格最低的南卡 QMac 領夾麥克風，作為國內 Top 級聲學品牌的出品，南卡的配置是一點也不含糊，給到的配置跟1000元以上檔位的產品差不多，像是48K 赫茲、24比特錄音規格、第3代 VLA 人聲建模、VBoost 低頻算法等，讓音質變得更飽滿立體。信噪比也比上千元檔位的更高一些，加上智能觸控屏。結合價格來看，南卡 QMac 領夾麥克風的性價比還是挺高的。如果你是預算不高的新手小白，那南卡或許是一個比較甜的選擇。其次是價格來到1000元以上的猛犸 Loft Max 2，雖然品牌知名度不算非常高，但猛犸對自家產品的打磨力度還是較大的。發射器重量做得很輕，對佩戴者來說會比較舒適。音質方面也同樣擁有48K 赫茲、24比特錄音規格和32比特的浮點內錄，4發一收也能應付多人場景。再加上優秀的信噪比和128 dB SPL 最大聲壓級，能保證聲音輸出的穩定。綜合價格來看，如果你手頭預算充足，需要穩定的聲音輸出和較輕的發射器，那猛犸 Loft Max 2也是不錯的選擇。然後是羅德 Wireless Go 第3代。作為老牌音頻品牌，羅德的產品一直是新手小白的選擇之一。在1000元檔位裡，算是配置比較均衡的一款產品。雖然沒有智能觸控屏，但好在使用門檻不高，而且重量很輕，攜帶比較方便。如果你不在意智能觸控屏，那羅德 Wireless Go 第3代可能會更對你的胃口。最後是價格最高的大疆 Max 3，延續了上一代的輕量化設計。雖然發射器重量沒有猛犸輕，但好在尺寸小，使用會比較無感。配置方面也做了不少升級，比如新增3檔均衡器、強弱降噪模式及127 dB 聲壓级，支持4麥克風同步及時間碼等。雖然磁吸背夾穩定性與文件拷貝速度還可以再優化一點，
但整體來說會更適合用於專業場景。如果你的預算充足，並且平時的拍攝場景需要用到更专業的設備，那大疆 MAX 3会更適合你。好了，本期無線麥克風體驗就到這裡啦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和彈幕留言討論。貝貝4姐在線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